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集影片，小编我为大家分享了一家做 ATE Automated Test Equipment 自动测试设备的公司 Emulus， 并看看他们近几个季度的业绩屡屡破新高的原因，和他们在未来的一系列扩张行动。那么受到广大听众的要求，再继续分析科技股。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家股价从今年年头至今一路飙涨1593%的科技公司，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股价那么受青睐。和如今200倍的 PE， 公司股价依旧还没开始回调，是否有高估的成分？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相信很多人应该猜到小编我在说哪一家公司了吧？没有错，就是 Gentech。有关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们的股价从今年2021年1月份的1令吉27仙，就一路暴涨到3月的6令吉。当时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时候回调了，结果股价也正如市场所预测，开始回调到4令吉。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6月头 Gentech 的股价却来了一记回马枪，直接从4令吉左右暴涨到最高的28令吉，这也让公司的市值连夜翻了好几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家之前业绩看起来不稳定的公司，如今却看似飞黄腾达呢？今天这支影片将会为大家揭晓。在那之前，小编先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向小编了解更多哦，并且声明小编的推荐纯属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少走冤枉路，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回到正题，今天小编我将会把影片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分析股价暴涨的原因，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如今如此高的 PE 和股价到底是否有高估的成分。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他们股价暴涨的原因。首先，他们的股价可以在半年的时间里飙涨那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大致上分为3个。第一，就是与他们的业务有关系，他们一直以来的业务是从事工业的自动化解决方案，而如今他们也开始提供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解决方案，其中就包含了智能软件和各项汽车电池生产线的核心解决方案，其中就加入了工业 4.0 的元素，可以提供多方位的生产线。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呢？那简单来说，就是如今他们的业务是生产这一些电动汽车生产线的机械，那么这也就让他们乘上电动汽车的大趋势，因为如今电动汽车的市场也在以每年2位数的年复合增长率在增加，而电动汽车的销售也在2020年达到了300万辆，所以投资者也预期这将会为他们的未来盈利做出很大的贡献。关于电动汽车的市场分析，大家也能参考之前的影片哦。那么大家那么看好的电动汽车领域到底为 Gentech 贡献了多少收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2021年电动汽车领域的收入就占了他们总收入的 59.9%， 可以说一半以上的收入都是由电动汽车来支撑。那么第二点就是，如今他们的订单也达到了历史新高，截至今年6月份，他们一共获得了 204.6 个 million 的订单，比起2020年的收入增长了大约1倍之多，这也就给予投资者收入上的保障。而且电动汽车领域的订单就占了 189.4 个 million， 也就是大约 92.5%， 这也就让他们在电动汽车趋势里更占据了地位。此外，这一些订单也必须在3到9个月内交货，所以股民们对他们未来的业绩抱有很大的期望，这也就导致他们的股价暴涨。那么前2个原因大致上都是在说关于市场趋势和客户订单的因素，但是光靠这2点基本上也达不到那么高的股价，而真正的造王者就藏在他们的第3个原因，也就是他们的流通股数量。首先我们来看他们在2020年的大股东和基金持股的%率是高达 66.21%， 虽然说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率，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股票数量其实是非常少的，一共也只有 50.8 个 million 的股票，也就是说市面上不由大股东和基金持有的股票就只有大约 17.2 个 million 的股票，再减去大户的持股数量，市场上就剩下大约 9.4 个 million 的股票。虽然说%率还接近一个 18.5%， 但是他们的股票数量本来就偏少，而且从他们2020年的财报上看，他们的持股人也就只有1900
1967个人，这也就导致他们股票在市场上的流通量非常的少，再加上如今对他们股票的需求量大增，也就造成了僧多粥少的情况。此外，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大股东最近也在不断的加持，这也就再一步的减少市场上他们股票的供应。那么看完了他们股票暴涨的3大因素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到底是否有在这个季度兑现他们的承诺。从他们最新的这个季度来看，其实算是非常不错的，收入高达 40.3 个 million， 盈利 8.2 个 million， 盈利率也高达 20.3 个%，这也就让饱受质疑的 Gentech 好好的证明了他们是可以从之前不稳定的业绩中创造奇迹的。那么接下来相信是观众们比较在意的地方，那就是如今200倍的 PE 到底算是高还是低，有没有被高估的成分。那么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做个假设性的计算，看看根据 Gentech 如今的业绩，假设每个季度都能得到如此漂亮的业绩，他们理应得到的 PE 应该是多少，和这对比其他的同行到底有没有被高估。那么首先我们就必须先来计算他们未来1年的盈利，我们就来做个保守的假设，如果接下来的3个季度都和这个季度的业绩一样没有增长，那么他们一整年的收入将会达到 161.2 个 million， 而盈利则会达到 32.8 个 million。 那么 32.8 除以 50.8 个 million 的股票数量， EPS 每股盈利将会达到每股 64.5 cent， 然后再以如今的股价 27.8 来计算 PE 本益比，那么他们接下来1年的 forward PE 将会是 43.1 倍，也就是与他们的其他同行的 PE 相近。这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接下来3个季度都能保持如今的业绩，其实他们的股价并不算高估，但是这也并不是代表如今就能继续购买他们的股票，因为如今的估值已经预算了他们未来1年的盈利，而 161.2 个 million 的假设收入也差不多接近他们204个 million 的未来订单了。所以除非他们的订单和产能在未来将会进一步的增加和扩张，导致盈利再增长，不然如今的股价已经是接近一个饱满的状态了。之后小篇我再来谈谈如今 Gentech 投资者需要注意的其中3个事项。第一，就是虽然说这个季度他们的盈利比起其他季度来得非常的高，但是他们的营运现金流却是呈现出了负数，负26个 million， 也就是说虽然有盈利，但是这些钱并没有真正的收回来，而且他们的应收账款也从去年同个季度的 19.6 个 million 变成了如今的负 32.6 个 million， 但是只凭一个季度就做结论会过于仓促，所以投资者们必须注意未来几个季度甚至是下一个年报中他们的营运现金流有没有变回负数，而且把应收账款收回来。之后第二点是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公司当股价升到非常高的价格的时候，他们就会做一些企业活动，例如 stock split 或者 bonus issue 红股派发，以降低股价增加流通量。但是以 Gentech 的情况，如果公司未来真的派发红股，这将会导致流通量增加，而让原本一票难求的股票增加供应，这也很有可能导致股价回调，所以投资者也必须注意这一个事项。但是投资者大可放心，因为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消息。然后第3点就是投资者必须时刻注意未来几个季度的业绩，因为这将会是非常关键。如果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都能保持高盈利，那么恭喜之前的投资者，你们并没有看走眼。但是如果突然有个季度的盈利暴跌，那么投资者就必须要马上找出问题的所在点，并做出相应的对策，因为 Gentech 之前的业绩都是起起伏伏。那么今天就只为大家分享了 Gentech 股价暴涨的原因、PE 的未来估值和所存在的风险。如果大家想要小篇我分享关于 Gentech 这一家公司更详细的业务和客户分析解说，请在留言区打上 Gen， 小篇将会另外做一集影片来为大家介绍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